最近网上有2个消息令人震惊，一位39岁的男士和一个35岁的女子都在四川川西因为高原反应离世了。高反其实很常见，但是导致人死亡这个确实比较罕见。20多年前我也去过川西，那次我高反也挺严重的，现在想想都后怕。翻出老照片来，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。先声明啊，那个时候的设备还很原始，所以拍出来的画质不太好看，大家将就着看。在四川西部有一个被称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的地方，那就是稻城亚丁。时间回到2004年，21年前，我和北京的2个营友一拍即合，开始了我们北京到成都12天的稻城亚丁摄影之旅。那个时候去稻城亚丁没别的办法，只有自驾，不像现在那儿已经修了机场了，去就方便多了。当时没得选择，只有自己开车。我在成都的一个朋友，一位好朋友，给我们提供了一辆丰田的陆地巡洋舰越野车，性能非常好，甚至给我们配了一个司机，是不是太奢侈了？我们从成都出发，走的是318国道，全程700多公里。别看距离不远，山路崎岖复杂呀，光是路上就花了3天。途中我们边走边拍，也是为了慢慢适应高原环境，放缓节奏，避免高反。这是哪儿啊？对，泸定桥。越往西走，地势越高，沿途我们路过了很多山口，都是4、5千米啊。这个是折多山，看看现在这折多山山口漂亮啊！另外也修了隧道，再也不用盘山了。这是另一个山口，这个叫巴朗山，山路曲曲弯弯，很不容易。我记得当时开的时候也很危险。现在这2个山口也都修了隧道了。路上路过一个重镇叫新都桥，号称是摄影天堂，光与影的世界。快到目的地的时候，经过一个红的滩涂，里面都是这种植物，拍出来色彩非常艳丽。到了稻城亚丁，我们要拍什么呢？我觉得最主要就拍它那3个神山。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仙乃日，海拔6032米，是藏文观世音菩萨，看这个样子，宛如一尊慈眉善目的大佛端坐在那儿。第2个神山叫夏诺多吉，海拔5958米，它的意思是金刚手菩萨，在佛教中代表着除暴安良，它是力量的化身。看这个山形，刀劈斧剁呀，像金字塔一样，拍出来非常上相。这是第3个神山，叫央麦勇，海拔5958米，藏语的意思是文殊菩萨，它象征智慧。前2座神山公路边停车就可以拍，但是央麦勇不行，
你需要步行，往返要5公里，有些难度，有些坡度。你也可以选择骑马，我记得是300块钱。现在我查了一下，每天120匹马。当时我记得最多好像只有10来匹，很快就被订满了。提一下，在山顶上还有2个高原圣湖，一个叫牛奶海，一个叫五色海。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，每年的秋天我都要出去拍片，当时也是这样。稻城亚丁的秋色相当的美，每到这个时节，金色的草甸，蔚蓝的天空，还有那壮丽的雪山，这就是一幅非常棒的画卷。除了自然景观，稻城亚丁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藏区文化特色，因为它本身就在藏区，在那里你可以体会到浓浓的藏区藏民的风俗和文化，包括他们的景观。路上碰到的一个藏族牧羊姑娘，非常淳朴。听说我们要路过新都桥，她说她有个姐姐在那里有个民宿，可以住她那里。就是这家，主人热情招待呀，记得跟我们聊到很晚，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晚上。早上一件事儿，让我对当地藏民的印象大打折扣。路上突然塞车，以为是交通事故呢，结果是2个藏民大汉拦住所有车辆，每辆收10块钱。因为昨天晚上大风刮倒一棵树，是他们2个把树挪开才得以通车，所以大家要意思意思。大家都敢怒不敢言。回到成都，做了一个热石按摩，鹅卵石加热以后背部按摩，这是我第一次做，真舒服，2个星期的疲劳全解了。好，最后总结一下，第一，我要说说高反的问题。前面说了，有人高反居然死亡了，我高反也挺严重的，尤其是头几天，我到那儿我也洗热水澡，而且也有这种发低烧的感觉，我也以为是感冒呢，其实不是，这就是高反。所以给大家建议，如果你有高反，一定不要大意，要认真对待它，别逞强。第一，要吃红景天；第二，要准备个氧气瓶。我当时就是每天都带着氧气瓶，喘不上气来就要吸点氧。我最近一个哥们儿去，甚至他自己买了一个便携式的制氧机带着。第二呢，就是怎么去稻城亚丁。我觉得现在第一选择应该是坐飞机去，那是2015年建了机场了，非常棒。是这个国内很多大城市都有飞那儿的直达航班，它的优点就是快。第二呢，你如果想省钱的话，可以坐大巴。我查了一下，现在成都每天都有一班从成都到稻城亚丁的大班，200多块人民币，但是路上要开2天时间，所以我推荐啊，要我去的话，我还是自驾。首先，现在自驾路况路面好多了，很多地方都修了隧道了，不用盘山了。另外，最主要就是走走拍拍，你看见哪儿你觉得不错，就可以停下来拍一拍，享受摄影的自由，对不对？再一个，关于住宿问题，现在稻城亚丁那地方商业气息非常严重，这各种各样的酒店啊，很豪华的酒店也有。我觉得要我去，我还是建议住民宿，最好能住到藏民的民宿里边，你可以体验那些原汁原味的藏族人们这个生活习俗和他们的文化。最后
稻城亚丁现在那么商业气息，已经没什么原始味道了，还值得去拍吗？我觉得，如果你是风光摄影师，值得去，就那3个神山就足够你拍的了。当然，如果你还是一个户外运动的大咖，我觉得更应该去了，因为那是现在有一条环绕着3个神山的一个步行道，大概80多公里，要走7天的时间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可以近距离拍摄这3个神山。我肯定不行，你呢？要不试试？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希望大家关注、点赞、转发，谢谢。